那个缺乏信息的时代已经过了，因为我们大家的老师都是同一个，姓古的叫谷歌，中国的老师也是一个姓杜的叫度娘。如果度娘跟谷歌两个走出来，这个世界唯一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财经拷问。那么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对于 Good Morning 应该都不会感觉到陌生。Good Morning Global 他们在最近呢跟众筹平台也就是 MyStarter 来合作，那么他们现在是要放眼要达成2000万令吉的这个股权众筹的计划，并且争取在3年之内呢要申请上市。那么从今年的5月到6月呢，大约1个月的时间来众筹，那么将近630名的投资者呢参与投资，那么其中也包括了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证监会 MyCIF 也投资了100万令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邀请到诚讯之美集团 Good Morning Global Group 的创办人拿督林胜文博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这个达多来跟我们分享筹备上市的过程，以及公司对于未来的规划还有策略。那么也希望能够了解他们在产品上面的创新、可持续性还有社会责任方面，那是否在未来都符合上市的条件。我们先来欢迎达多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嗨，各位听众大家好，任杰，今天非常开心可以上到你的节目。是，那其实达多今天第一道问题呢，我想问的比较直接一点了，就是其实Good Morning 这家公司在马来西亚算是知名度非常高的公司哦，我想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对，那你们的产品呢，其实也非常的有名。那其实感觉上你们大可以就是直接申请上市，为什么还要选择先来进行所谓的股权众筹，而不是直接申请上市呢？上市呢，肯定它有分为2个市场，一个就是传统的一个市场，我们经营生意；另外一个市场就是资本市场。如果上市，你要做好资本市场的准备。首先呢，众筹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说众筹到底你筹什么？筹钱呢？对，是筹钱。那么最重点的是筹人心，筹参与度，筹信任感。所以是希望说透过这个众筹的方式，让民众或者是未来的潜在这个投资者他们能够参与进来整个过程，是这个意思？还没有参与进来，就是还没有上市之前，能够更加的了解你们。对，他参与我们，钱在哪里，心在哪里。本来是我们一个人在做助销，现在变成1046个人一起来帮我推销，大家都是老板。这个就是我们众筹最大的一个意义。是，那其实因为 MyStarter 这个平台呢，是我们了解到它是一个比较以华人市场为主的一个平台。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平台，而不是去选择跟一些可能跨族群或者是跨语言的一些众筹平台来合作呢？MyStarter 的它的所有的高层啊，都是我同一个甘榜的人，基隆人，就和古朗，我也是基隆人。OK， 这是一个机缘啊，刚刚好碰巧。Good Morning 在这市场15年里面，我们的顾客群有95%是华人，所以现在我们也静静说，在我们的有族同胞，我们也加了很多力度，就开始去开发他们市场。了解。那么在众筹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华人投资大家都非常成熟的，不像有族同胞，他们的投资方面，他们的知识方面呢，8000例他们是少了很多。我们众筹，我们一定要众筹的成功。我们也是单一项目最高的记录，第2高的记录以前呢，3年前是17个 million， 现在我们一度打破了 oversubscribe 2250万。那么其他的250万我们退回给我们的股东人100多个人，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众筹里面，我们看到向心力在那边。我们对于市场的知名度，刚才你讲的，跟成熟度，我们都有一定的成熟度在市场上。
好，那么对于未来市场的一个拿捏，是否精准，其实也要来请教一下大总，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数据是2012年你在研发18股粮的时候，当时大约是有200家的竞争公司，那么现在不到20家，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公司消失不见了？那你觉得谷粮在大马未来还有市场吗？谷粮在大马的市场呢，到今天只是占有饮料 beverage 饮料啊，占了5%而已，95%还是其他的饮料，其他的大品牌。那么我的力度啊，用了11年，从2012年开始有谷粮，综合谷粮是由 Good Morning 开始的第一家，到今天呢，我们只占了整个市场的那个饮料只占了5%，其实才刚刚萌芽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也看到这11年里面呢，刚才你讲的很对，我们有200多家公司，不是我的公司，是其他的。荒天无人耕，耕开人来争。2012年我第一个研发出这个综合谷粮，2017年5年的时间，马来西亚人比较慢，5年才跟到来。他看到了他跟的时候就把整个市场啊搞得很乱。那么在这里呢，我要鼓励一些企业家。以前的社会，他们是缺乏信息，他们就跑到国外去拿到一样产品回来，就是有康桃，这个康桃是没有人知道的，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就开始卖，那个缺乏信息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了，因为我们大家的老师都是同一个，姓谷的叫谷歌，中国的老师也是一个姓杜的叫度娘，如果度娘跟谷歌两个走出来，这个世界唯一的秘密就是没有秘密。欠信息，得到更好的信息，拿到那个差价呢？这个时代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缺的不是信息，缺利。什么利？利他跟利众。那你提到利他这个部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你一直以来都是以这个行业的领导者自居，然后你也希望说可以把马来西亚的这个谷粮的这个产业，不只是你们家，可能包括你的同业都一起带到国外去，所以这个就是你所谓的这一个利他的举动吗？利他跟利众是何谓利他利众？你看，如果我就打一个比方，这个社会现在刚才讲的就是缺乏信息的时代，我们找到商机，然后现在呢开始黑心产品、无良产品一大堆跑出来。我为什么讲利他利众？利他就是你看，我知道营养28种维生素、矿物质，我就做这个18谷粮。当18谷粮研发出来的时候，我同样的 recipe， 我同样给你，你就把这几十样的 recipe 制造过程要1个星期，你做好的时候，我在市场上现在已经成品了，我们卖99块1罐。当你做好的时候，用100公斤来计算啊，平均每1公斤啊，不是99啊，你的本钱的价钱是150块。那么假如我做得到，我可以1个星期的生产，我是用6万公斤的那个数额来生产。我以利他的做法，以量取胜，把那个成本价压下来，让你们轻松消费，健康加倍。你看，你们自己做要150块，你现在用99块就可以买到。那如果以这样利他跟利众，大家都可以来买的话，生意就是可以永续经营。永永远远的，所以我的竞争者从200多个自动一下子变成整20个左右，不能够持续下来，因为他们的初衷一开始就为什么你成立谷粮公司？因为我要战胜 Good Morning 18谷粮，他们是要来战胜我，而是我是要利他利众，所以2个出发点不一样，所以整个初衷非常重要，做一个企业。是，但达总你说到这个利他跟利众，我自己个人也非常认同这一点。但是，难道我们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商业环境里面，我们是否能够让这种的概念去成为一种永续经营的方式？我也想要替未来的潜在的这个
投资人来请问你这个问题，就是当你做利他跟利众的时候，那你会不会就养大了你的竞争对手？那会不会当你养大了你的竞争对手的时候，会不会对于公司的盈利这个部分带来影响？以前的做法呢，跟现在呢与时并进，这是企业家每一个人在每一段时候要做出每一个改变。在当时，我要做全马来西亚最大的综合谷粮品牌公司，但是我做到今天，我占有整个市场的占有率还有70%，我是做到的。但是我也看到跟着来做的人也很可怜，大家离开的很多。我也看到很多新的创业开始要上来的。那么在今年呢，我们因时因势改变了整个策略。我们既然是最大的综合谷粮公司，有这么好的一个我们的设备的厂，我也很大方的告诉所有的人，包括听众，包括要做微商的人也好，想自创品牌的人也好，我们是做它背后的最大的厂家。我也知道开始的时候，我去跟人家 OEM， 他要的这个基本的那个数量是很大的 ，MOQ 是很大的，要14000公斤。那么今天呢，我们跟 CEO 几个我们的团队在研究，如果我们要把这个5%的占有率提升到90%上去，我们一定要超过好几百家代理商，才可以把这个数目提升起来。因为谷粮都是健康的产品，那么要怎样做呢？所有的人，我是招商的，怎么招商？要自创品牌，我的经验很好，我来帮你们啊。要贴牌，我也是可以帮你们。我们基本最少的 MOQ 是600公斤而已，以前14000公斤。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其实我们已经爬上岸了。我们也看到很多想发展的人，刚才讲的良心企业，我们也鼓励着他们，大家一起迈向一个健康的马来西亚。了解，达州其实说到了良心企业的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也看到说你们在今年开始加速发展这个植物蛋白相关的食品，那你们在这个相关的技术上面也很努力的去研究哦。但是其实现在你认为说这个食物蛋白在大马的这个接受度高不高？那么再加上这个全球的粮食价格不断的上涨，你会不会担心说这种所谓的可负担食品的这种信念能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这还会是一个值得投资的方向吗？那我们做这个，我首先要分几个部分来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拿到马来西亚纪录大签，我们是拿到粉状均衡营养植物蛋白肉首家。其实是世界首创啊！我们在马来西亚拿这个马来西亚 World Record，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蛋白肉也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但是不一定所有的人可以接受。但是假如这个地球有一天不能住的时候，你也要接受。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这是联合国的警钟已经开始响了。今天全世界的人占有80亿的人口。在未来的30年后会进到100个亿，100个亿，我们可耕种的土地跟养牛羊两家禽的土地占有现在的70%，这个地球不能够住了。人吃食物的习性它很难改变了。那唯有你要在植物蛋白里面加强那么 Good Morning 就把这个 focus 4年前已经在这个地方。了解，但是这个植物蛋白肉的这个接受度其实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教育嘛。那其实你们公司有没有思考到一系列的这个策略，如何去教育民众或者是吸引民众来食用植物蛋白肉？下个月11月16号我们 launch 我们的植物蛋白肉 ，OK， 会在Mandarin Oriental 再开始做这个 launching。这个 launching将会可能首相也会来。那么也是马来西亚首创这个植物蛋白肉，为了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解决世界粮食的一个最好的方案。可负担这个是重要的。我们看市场上的有很多大品牌，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在这边不方便讲。那些大品牌呢，100克大概是6块钱左右，
我们是它的价钱一半，这个就叫可负担。以前我们讲啊，你要解决这个温室效应、海平面上升，你一定要减短产业链。我们种了米粮、豆类，我们就喂那个牛羊吃，牛羊到了5年后，我们宰杀拿它的蛋白质。现在你要拿蛋白质，你要从植物里面拿到，就不用养这样多的家禽。你要减短这个产业链，不养它们来吃，它是人的习性哦。它吃豆吃那些拿蛋白质还是不够均衡的营养。我再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Good Morning 呢，已经跟我们的 BioCo 他们在研发，跟2间大学，一个马大，一个犹大，去研发我们的这个叫做 Esportin 就是酵母蛋白。这个酵母蛋白是怎样来的？我们连根这个种植的耕地也不用，我们只在实验室里面养那些酵母，然后拿它的蛋白，它是丰富的蛋白，这个也是世界的唯一的现在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了解，这个我们也拿到政府的支持。那未来我们的蛋白呢，是完全的是靠那个酵母蛋白，也不用去养家禽，也不用种农耕地的那个种豆类，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突破。Good Morning 的一个很大的突破，对，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是这个世界第一个的一种研发的成果。那么，即使说到研发成果的话，一定要有研发人员。你们是如何去聘请到这些比较高端的研发人员，然后如何去培养他们呢？我们有跟2家大学刚才讲的一个马大，一个犹大，他们一起来研发合作，包括政府也 support 我们也拿到 BioNases， 也拿到这个免税，各方面的支持，我们才可以把它做得更大。现在我们只有吃得更好，没有吃得更差。我们从一个普通的饮料研发到针对性的饮料，针对眼睛、紫薯蓝莓然后刚才我们谈的 G-Sure 就是全方位营养的饮料。现在我们在提升到我们可以吃的植物蛋白肉，也是 complete nutrition 均衡营养，也是世界首创。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突破，我们一直在寻找科学的产品，一直在科学里面研究。刚才你问得很好，就是说你们找谁？当然 scientist 跟教授各方面，我们都有跟他们一起签署来一起探讨跟研发。对，其实我们知道，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人才是非常的昂贵的。但是，其实刚刚达到你有提到说，你们要做一个可持续的这个蛋白肉，然后你们的价格其实也控制到这个可能比你们的竞争对手来的还要低。但是现在我们却遇到了这种所谓的全球的变局，以及现在的这种通货膨胀的状况，所以未来其实如果持续的低价的话，会不会对于你们的 margin， 对你们的整个的利润会造成影响呢？你是否有思考到说要如何去在这个当中去取一个平衡？当然，我们要做得更大，我们的科技一定要一直在进步。好像科学的产品、科学的食品，从农耕地，我们要买农耕地去栽种，要花很大的地方，当然租金各方面都会提升，人工也会提升。那现在我们做的是酵母蛋白，这个就节省很多钱了。就像这个一小间的房间里面呢，我们可以制造1个月300个人吃的这个蛋白在里面了。就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空间里面，对，它只是放水，它给它发酵而已。所以这个就降低成本哦。这是未来科学的产品要期待，未来每一样东西都会降价，每一样竞争的产品都会跟着时间价钱越来越低，只是人才越来越贵。是这个未来的趋势就是这样。想要聊一下就是未来的国际的布局因为其实我们也看到说，接着下来可能在你的这个4大策略的方向里面呢，其中有一项是选择进军中东的市场但现在我们也知道说，因为以巴的冲突，所以中东的现在局势比较动荡一些。所以考虑到现在中东的局势，你们会不会来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或者是有没有思考要分散风险？在企业的角度呢，我们不能够把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明年我们就会如期上市。
在上市的时候，我们要跟我们的投资者全部都有一个交代。我们大家也知道 ，risk management 就是风险管理这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掌控得很好。当然，第一个你讲的中东局势动乱，但是我们比较可贵的一点就是食品，不论是战争来，食品还是会畅销的，还是需要的。而且会不会因为你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这个特殊性，反而是在战乱的时候会变成一种战备的产品？对，你看它只是粉状，它不需要冷藏也保鲜，然后它只是加水，然后就可以冲来饮，或者是我的素肉也是一样，加水加油，然后去拿去煎或者拿去炸都可以拿来吃。它不用去冷藏，假如冷藏的话，那个冷房将会释放那个温室效应，也对地球开始有破坏。所以现在 ESG 非常重要。我们跟外国邦交，他也是问我们 ESG， 我们做得很好，我们整个 ESG 都完全符合这个标准。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分担风险啊。我们说战乱的时候，这个对我们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觉得我们更有帮助到。第一个，我不担心。那么第二个，一个企业的角度呢，它不可能只是做中东的市场，我们亚洲的市场，还有美国，全世界市场刚刚萌芽而已，所以一点都不会受威胁。了解。好，那么最后一道问题呢，其实也是跟中东布局有关系啊。这个是关于这个阿曼苏丹国食品安全与品质中心已经批准了贵公司向这个中东国家分销你们的清真的食品啊。那么其实获得批准之后呢，其实你们是预计年收入将会增加到目前的2倍啊。你觉得这个目标是容易达到的吗？这是我们以很保守的估计。中东它海湾成员国有6个，这6个国家它的钱币最大、第2大、第3大全部在那这个6个国家。科威特，它1块钱兑马币14块，欧曼兑13块，全部都很大的他们的钱币。如果他们的花费呢，我相信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你看，做一个机场，做一个球场，全部都是全世界最高消费的，他们可以投资。所以在那里呢，我们的产品对他们来讲是超级便宜。几块钱啊，对他们是很便宜啊。所以在那里呢，有一个大问题，也就是中东的人都有乳糖不耐症。有几个大牌子，他们是专卖牛奶的，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说出来。它也是欧曼里面占有整个市场的90多%的份额。那一些呢，全部都是乳制品。我们的100%呢是 plant base。就是用谷粮来做的，唯一的一家，全世界唯一的一家进入欧曼，进入整个这个中东市场。我们进入欧曼这个海湾成员国6个国家就可以进得完了。虽然人口只有6000多万而已，6个国家，但是他们的花费是全世界排名第1的。那么解决他们的问题唯一的方案，你说 complete nutrition， 综合的营养。plant base 世界第1间进入欧曼，你说我们市场大不大？我以保守估计，在马来西亚翻2倍而已，不保守就不算在内。了解。好，其实今天达到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个企业家的自信，也看到了一家企业的自信，以及到全球的一个布局哦。那么当然就希望说，不管在众筹，还有在未来上市的这个路上，也都希望你们可以一帆风顺，都可以达到你们预计想要达到的目标。那么也希望呢，就是听众，如果你关注这家公司 Good Morning Global 的话呢，也可以从我们今天的这段拷问当中来了解这家公司，来确定这家公司是不是你值得投资的一个投资标的。好，今天再次谢谢达到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正在收看 YouTube 的观众呢，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可以看到财经的新影片。